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味道？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，一场巨大的地缘政治风暴正在酝酿。新闻里整天都在播报日本和那边的紧张关系，特别是那句“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”，这几天简直刷爆了朋友圈。但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这是一个信号，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信号。其实早在2021年，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看透了这一切，他那时候就发出了警告。他说，台湾海峡的安全就是日本的生命线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一旦这里甚至只是擦枪走火，那就不是2个地方的事了，那是整个美日同盟必须武装介入的大事。时间快进到2025年，局势不但没有缓解，反而更紧绷了。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面对质询时，他的回答更是直接引爆了外交炸弹。虽然那边的政府立刻跳脚抗议，甚至还搞起了制裁那一套，但这恰恰说明了一个事实，他们怕了，他们真的在意这件事。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是台湾？为什么全世界的目光都死死盯着这座岛屿？当你看到那上百架战机在防空识别区乱飞的时候，当你听到那个想要吞并的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感到一丝焦虑？其实这种焦虑并不是今天才有的，早在70年前就有一个人看穿了这一切，那个人的名字叫做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。他不仅仅是2战的英雄，他更是一个拥有鹰一样锐利眼光的战略家。他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过一句话，这句话哪怕过了半个多世纪，依然震耳欲聋。他说，失去台湾就失去了太平洋。这不仅仅是军事战略，这是对自由世界的最后通牒。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50年代，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朝鲜半岛的战火刚刚点燃，整个亚洲都岌岌可危。而在那时候的美国政坛却有着另一种声音。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其实并不看好台湾，甚至在那个时候，美国有一种想要弃蒋保台的想法。他们觉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无可救药，他们甚至写了白皮书来指责这里。在那份白皮书里，他们说这里的军队没有斗志，说这里的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判了死刑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是麦克阿瑟站了出来。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军人，他是一个不听指挥的刺头，但他也是唯一一个看懂台湾价值的人。他没有理会白宫的脸色，他甚至没有通知总统杜鲁门，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他决定亲自飞往台湾。这是一场豪赌，这是一次可能断送他职业生涯的飞行。1950年7月31日，这一天值得被历史记住。麦克阿瑟的专机巴丹号从东京起飞了，飞机的引擎声轰鸣着划破长空。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台北松山机场。这是一次绝对机密的行程，就连当时岛内的高层也是在飞机快落地时才接到电话。蒋中正夫妇亲自到了机场，他们站在停机坪上焦急地等待。当舱门打开的那一刻，当那个戴着墨镜、叼着玉米芯烟斗的身影出现时，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了。麦克阿瑟走下舷梯，2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这一握不仅仅是2个人的寒暄，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告，美国不会放弃这里。哪怕白宫还在犹豫，但军方的态度已经明确了。在那2天的会谈里，他们谈了很多。蒋中正后来激动地说，这次会谈奠定了共同保卫的基础。美国的飞机开始进驻，美国的舰队开始巡防。麦克阿瑟甚至直接派了一个专业的联络小组过来，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来了，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让这座岛屿硬气起来。这次访问简直就是一针强心剂，让当时风雨飘摇的人心瞬间安定了下来。但也正是因为这次先斩后奏，麦克阿瑟彻底得罪了华盛顿的政客，这也为他后来被撤职埋下了伏笔。但是麦克阿瑟不在乎，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一个正确的决定。1952年12月，已经被解职的麦克阿瑟依然心系这片土地。他给当时的艾森豪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，
他的措辞非常严厉，甚至带着一种悲剧式的预言感。他警告美国政府，如果对那边的红色政权采取绥靖政策，如果为了暂时的苟安而牺牲盟友，那将是美国100年来最大的政治败笔。他说，这会引起一连串的灾难。他说，我们未来几代人都要为此买单，这个代价可能要付上100年之久。各位朋友，听听这些话，这难道不是在说给我们今天听的吗？时间来到了1963年底，麦克阿瑟已经是风烛残年，但他依然在纽约的寓所里接见了蒋经国。那时候的他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了，但他的眼神依然坚定。他抓着蒋经国的手，语重心长。他说，台湾必须存在，只要台湾还在一天，那边的那个政权就永远无法安宁。他说，这里是亚洲安定的力量，这是一位老兵最后的嘱托，也是他对自由世界最后的期盼。1964年初，麦克阿瑟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，他握着后来成为总统的詹森的手，他还在念叨着亚洲的战士。他恳求总统不要忘了在台湾的朋友，他一直深信这里会赢得最后的胜利。4月5日，这位5星上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享年84岁。詹森总统下令，全球美军基地鸣炮19响，整个美国降半旗致哀，这是对他一生功绩的最高致敬。消息传到台湾，蒋介石总统亲自写下了悼词。他说，麦帅是勇者，是智者，也是仁者。他说，麦帅是太平洋上对抗暴力的光辉。这不仅仅是官方的客套话，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激。因为如果没有当年的那次访问，如果没有那次力排众议的支持，我们的命运可能早就被改写了。历史是有记忆的，历史也是公正的。今天我们回头看，麦克阿瑟的预言每一个字都应验了。看看现在的地图，日本、琉球、台湾、菲律宾，这就像一条锁链，每一环都扣得死死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日本政治家会那么紧张，因为他们终于看懂了麦克阿瑟当年的地图。所谓的和平，从来不是靠退让换来的。麦克阿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，在战争中，没有胜利的代名词，那些试图用绥靖来换取和平的人，那些对历史教训视而不见的人，最终只能得到虚假的和平，而虚假的和平后面，往往是更大的战争。今天的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那个红色的阴影依然在扩张，那股想要吞噬一切的力量依然在蠢蠢欲动。但是我们不再孤单，因为全世界都开始觉醒了，他们开始明白这里的重要性，他们开始重读麦克阿瑟的预言。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唯有实力才能捍卫尊严，唯有坚持才能迎来曙光。就像那位老将军说的，只要我们站在这里，自由的灯塔就不会熄灭。这不仅仅是关于地缘政治的博弈，这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。所以当你在新闻里听到那些威胁的时候，不要害怕，因为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，正义站在我们这一边。而那位老将军的英灵，或许正在太平洋的上空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。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，为什么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还有现在的高市早苗反应会这么激烈？难道仅仅是因为道义吗？当然不完全是，这背后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账，也是一笔关乎生死存亡的生存账。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张太平洋的地图，台湾不仅仅是一座岛，它是锁住整个西太平洋咽喉的钥匙。对于日本来说，这里就是他们的海上生命线。日本90%以上的石油，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原材料，都要经过这条航道运输。如果这条路被切断了，日本的经济引擎就会瞬间熄灭，他们的工厂会停工，他们的汽车会加不到油。这不仅仅是军事威胁，这是直接掐住了他们的脖子。所以安倍晋三才会说出那句大实话，那是对现实最深刻的恐惧。在这个半导体统治世界的时代，这个岛屿的分量更是重得吓人。看看我们手中的芯片，看看全球科技巨头对这里的依赖。麦克阿瑟当年虽然不懂什么是芯片，但他懂什么是战略支点。他知道，只要这个支点还在自由世界手中，太平洋就是安全的。
一旦这个支点崩塌，整个第一岛链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。那时候，美国想要再维持在亚洲的影响力，付出的代价将是现在的1000倍、万倍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哪怕在1950年代那么困难的时候，麦克阿瑟也要死保台湾，因为他算得清这笔账，比起失去整个太平洋的代价，保卫这里的成本简直太划算了。可是历史总是喜欢跟人类开玩笑，正如麦克阿瑟在临终前警告的那样，总有人喜欢绥靖，总有人觉得只要给那一边的鳄鱼喂点肉，鳄鱼就会吃饱了不咬人。这就是麦帅口中所谓的假和平。看看现在的国际局势，是不是又有人想走老路？是不是又有人觉得只要不触怒对方就能换来安稳？麦克阿瑟的话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打在那些幻想者的脸上。他说，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胜利的代名词，你不能指望靠妥协来赢得尊重，你更不能指望靠退让来保全自己。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。当年的欧洲是这样，现在的亚洲如果再犯同样的错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好在现在的世界终于开始清醒了，我们看到了日本态度的转变，我们看到了西方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里的价值。这不再仅仅是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，这是关于全球供应链安全的保卫战，这是关于谁能掌握未来100年海洋霸权的决战。高市早苗在国会的强硬回答，其实就是一种信号，一种不再愿意忍气吞声的信号。那个红色的庞然大物虽然看似强大，虽然经常搞出一些吓人的动作，甚至用经济制裁来威胁邻居，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焦虑。他们知道时间不站在他们那一边，他们知道这条岛链比他们想象的要坚固得多。我们身处在这风暴的中心，或许会感到不安，或许会觉得前途未卜，但请回想一下麦克阿瑟看着蒋经国时的那个眼神，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。他说，我们是亚洲安定的力量。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。我们不需要妄自菲薄，因为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我们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，我们是自由世界最前沿的灯塔。70年前的预言已经成真，70年后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现在的局势很清楚，太平洋的波涛看似汹涌，但只要那条锁链还扣在一起，只要我们还站在这里，任何想要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，最终都会撞得头破血流。麦克阿瑟将军虽然走了，但他的战略遗产留了下来，他留给了我们看清世界的眼睛，也留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底气。下一次，当你在新闻里再看到那些所谓的制裁和警告时，请哪怕只是微微一笑，因为你知道，那不过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罢了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而我们正稳稳地站在正确的一边。我们把视角再拉高一点，来看看这盘大棋局里最残酷的真相。麦克阿瑟当年看到的是飞机大炮，但今天这道岛链封锁的其实是钱，是资本，是那个庞大经济体想要通过海洋呼吸的咽喉。大家要知道，那个红色的政权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境？他们的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，他们的外资正在疯狂撤离，他们的富人正在想尽办法把钱转出来。这像不像是一个上了赌桌的赌徒，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少，心态越来越崩？而台湾就是他们眼中那张唯一能翻盘的底牌，但是他们错了，而且错得很离谱，因为这张牌根本不在他们手里。这张牌是自由世界用70年的时间铸造出来的。现在的第一岛链已经不仅仅是一道军事防线，它更是一道经济铁幕。看看最近的资金流向就知道了，全球的聪明钱都在往哪里跑？日本股市在涨，台湾股市在创新高，美国资本在回流。为什么？因为资本最害怕不确定性，而那个充满敌意的地方，现在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。麦克阿瑟当年说，要让那里无法安宁。在今天看来，这简直就是一种降维打击。只要台湾稳如泰山，那个政权就永远无法真正冲出太平洋，他们就永远只能被锁在近海，在内卷中消耗自己的国力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原理，也是一个很残酷的地缘政治现实。
如果他们想要强行突破，想要真的动手，那他们面临的瞬间后果就是资金链的彻底断裂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看看现在的制裁手段，看看现在高科技的封锁力度，一旦那是真的发生了，哪怕只是1天的战争，他们的经济倒退可能就不是10年，而是30年。这才是安倍晋三那一派人真正的底气所在。他们看准了对方其实是纸老虎，看准了对方其实更怕失去政权的稳定性，所以日本才敢这么强硬，所以美国才敢这么直接。因为在赌桌上，当你手里有同花顺的时候，你是不怕对方虚张声势的。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人心的背离。当年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的时候，带来的是信心，是希望，而现在那个政权给周围邻居带来的只有恐惧和厌恶。菲律宾重新向美军开放了基地，韩国彻底倒向了美日同盟，越南甚至都在跟美国眉来眼去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麦克阿瑟当年的战略构想正在变成全亚洲的共识。大家都不傻，大家都知道跟谁在一起有肉吃，跟谁在一起会被割韭菜。这是一个用脚投票的时代，而台湾恰恰站在这场投票的最中心。我们还要聊聊所谓的统一大业背后的算盘。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那不过是用来转移内部矛盾的幌子。当他们国内的年轻人失业率飙升的时候，当他们的养老金发不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需要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，来以此凝聚所谓的民心。这是一种典型的独裁者剧本，但是这种剧本演多了，观众是会腻的。一旦那个巨大的经济泡沫炸开，那股反噬的力量将会比任何外部的军队都要可怕。麦克阿瑟当年说要等待反攻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反攻也许不需要硝烟，只需要等待对方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直到自我毁灭。所以当你再听到那边喊打喊杀的时候，不要慌，那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，给自己壮胆罢了。他们比谁都清楚，台湾海峡这道天堑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隔绝，更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。70年前，麦克阿瑟用他的职业生涯为赌注，画下了这条线。70年后，这条线变成了一堵看不见的高墙，挡住了红色的海啸，守护了我们今天的繁荣。这不仅仅是运气，这是历史的选择，这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事情，因为我们站在了光的一面。现在的局势就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扑克牌局，对方已经把所有的筹码都推到了桌子中间，眼神凶狠，试图吓退所有人。但是我们不需要跟注，我们只需要坐在那里，手里握着那一副好牌，静静地看着他们，看着他们的手在发抖，看着他们的冷汗流下来，因为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。每一个芯片的流出，每一笔外资的进入，每一艘货轮的平安抵达，都是对那个预言最好的验证。台湾不仅没有因为孤立而枯萎，反而因为坚守而绽放，这才是最让他们受不了的地方。最后，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关于灵魂的问题。麦克阿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，他相信人类有免于恐惧的自由，他相信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。这种话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听起来可能有点老派，甚至有点天真。但是请问问你自己，如果失去了这种信念，如果只剩下利益的算计，我们跟那个唯利是图的政权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台湾之所以珍贵，不仅仅是因为台积电，不仅仅是因为战略位置，而是因为这里保留了一种华人世界最稀缺的东西，那就是可以说不的权利。这种权利是无价的，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那个老将军在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这片土地，因为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岛，而是一个希望的火种。如果这个火种熄灭了，整个亚洲就会陷入长久的黑暗。这才是失去台湾就失去太平洋这句话最深层的含义。它指的不仅仅是海权，而是指人类文明在这个区域的最后防线。我们今天生活在这里，享受着民主自由的空气，有时候会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，但请记住，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免费的，它是无数先辈用鲜血换来的。
它是像麦克阿瑟这样的盟友用力排众议的勇气换来的。我们没有资格挥霍这份遗产，我们更没有理由在面对威胁时感到软弱。看看乌克兰，看看以色列，看看那些正在为生存而战的人们，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和平不是靠祈求来的，而是靠实力赢来的。未来的日子里，风浪可能还会更大，那个巨大的机器可能会发出更刺耳的噪音，但是请相信，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难熬的，但它终究会过去。当历史的尘埃落定，当后人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在21世纪最关键的转折点，有一群人守住了一座岛，守住了一条线，也守住了人类文明的尊严。而那个关于台湾有事的预言，最终会变成一个关于台湾无恙的传奇。所以，抬起头来，看看窗外的天空，那是属于自由的天空；听听海浪的声音，那是连接世界的脉搏。我们不需要活在别人的阴影里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发光体。麦克阿瑟将军如果在天有灵，看到今天的台湾，看到今天的我们，我相信他会再次拿出那个玉米芯烟斗，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，因为他知道他的预言没有落空，因为他知道这座不沉的航空母舰将永远航行在自由的海洋上。